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的关系哦，因为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大陆的驻美大使谢峰履新啊，那现在看起来是事隔了4-5个月啊，终于又派出了这样的一位驻美大使哦。那不过他这句话我们也来解读解读，他说我要为着捍卫中国的利益。增进交流而来哦，那他首先是把中国利益是放在前头啦。那他说也期待跟这个美国各界一起为中美关系思与行，鼓与呼哦。当前这个中美关系遇到非常严重的困难、严峻的挑战，中方希望两国可以加强对话，然后管控分歧，也争取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呢。他现在是59岁哦，江苏人，80年代加入了外交部，长期也参与对美国的工作，曾经担任这个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发言人的相关工作。那驻美公使还有这个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的司长这些职务也被视为是美国通。那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表示，中美一旦对抗，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双方都会受害，都会损害到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那不过呢，我们刚刚也讲到说，他把中国的利益是放在前头啊。换句话说，这可能也是表明现在中方的态度更加的强硬。我不用说，我们以和为贵在先，而是你如果呢一直不断的要对我制裁的话，中国大陆也有他的态度跟底线红线放在此哦。那所以现在是不是也等于预告了6月份香格里拉李尚福跟奥斯汀的碰面，先定调中方利益在前头。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现在进美光，美国当然很跳脚啊。那记者呢也有去问到说，这个米勒新的这个发言人，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啊，就说为什么美国可以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理由来禁止中国企业，那中国却不能呢？这样是不是很双标？那这一位记者当然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这个马修里哦，常常会来呛这一个美国相关的官员哦，不要双标。我们来听一下。We have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with the reports that the PRC has restricted the sale of Micron chips to certain domestic industries.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s engaging directly with the PRC to make our view clear, and broadly, this action appear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C's assertions that it is open for business and committed to a transpar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If you guys ban or seek to ban a Chinese company from doing, from conducting business here or overseas, why shouldn't they be allowed to do the same thing? I will say that we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Huawei and the use of Huawei technology. That's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But China's allowed to hav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too. They are, but as I said, they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y're open for business and. 所以真的是被问傻了，问的支支吾吾的然后当然他们也可以依据自己意愿做决定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连串发言就凸显出来，美国你可以有担忧，那中国不行吗？难道中国就得听你美国的吗？所以他这样子的问话，这其实就是没错嘛，道理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务院发言人逗笑记者之后，现在白宫又宣称中方对美光的禁令没有事实依据啊。那这个5月21号，这个中国大陆宣布禁止采购美光。5月22号，美国的商务部就说，要跟这个中国大陆直接商谈。那5月23号，白宫就赶快也出来就讲说，你这个没有事实依据可能现在反正就是美方不买账，就觉得说你中国大陆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呢？只有我制裁你的道理，你凭什么制裁我？这是美国的标准是这样子啦，但是世界的标准不是如此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美的这个晶片战现在对峙扩大。黄仁勋这个 NVIDIA 他讲说这个华府遏制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能力等于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因为他是在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的时候讲到，这对于美国的科技业会造成巨大的损害那你等于是把我辉达双手反绑在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施展得开那你说这个美国晶片业不是也就是首当其冲吗？那现在北京就讲说，你美国、日本就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挑战，你应该这个想法不对要改邪归正那还另外，美国的企业维宏也被指出说，是不是跟中国大陆有联系，而且就是有这个2亿美元的相关的补助。毛宁又讲说美国政府对美企做什么事情是你美国的事情我不做评论，但是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些人动辄就拿中国说事那所以看起来这个中方现在一步一步你
你有来有往，你出拳我就是回击，现在开始不用再跟美国客气了，已经是这样的态势。所以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升级，现在看起来禁止美光哦，似乎是留有情面的反击，但是也算是一个警讯啊，就是中方开始会有一些动作。那看到《华尔街日报》讲到中国封杀美光晶片，现在韩国处境非常的微妙啊，因为对于韩国三星电子或海力士半导体来说的话，想要利用美光在中国的困境渔翁得利，并非容易的事情，因为美国不准嘛，中国大陆这个想要买这个，那一定美国就讲说，这个你韩国不要想要来填补空档啊，所以夹在中间的韩国半导体虽然跟美国是这个同盟关系，但是却没有办法抛弃现在目前最大的市场这个中国大陆，但事实上它已经被推上了这个阵营试验台，还有日本同样也是被推到前头去啊！他现在宣布23种半导体设备出口要来管制，不卖给中国大陆，所以大陆的商务部就讲说要保留采取措施的权益所以现在看起来日本也被推出去了，韩国也夹在中间了。那中国大陆现在跟荷兰的外相碰面了，艾斯摩尔。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后续的一些动作，所以综合3个层面要加强合作，能不能够拉拢韩国，破除这样的一个精炼这个算是半导体的封锁，就是现在有待来看这个现在目前晶片战争后续的发展。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的晶片发展它需要时间，所以时间构成了这种战略核心中的核心。那时间你没办法多一天，也没办法只会少一天。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外交它非常错综、非常复杂，而且也极其艰难啊。那不管如何，我们看到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姿态该摆低的要摆低，但是要该强硬的要强硬。我觉得用各种综合的外交手段，事实上现在正在展开，这是一场大的战争啊！这场战争没有烟消，但是因为这是一场非常猛烈的。我们先看谢峰要去美国旅行之前，中国大陆先宣布，而且在提前2天宣布对美光实施制裁。对，那对美光实施制裁，美光为了要降低他自己的受伤，因为他股票当天就应声重挫了啊。那美光为了要降低自己的损失，他对外说：“哎呀，影响不会超过10%。”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没有说实话。因为美光直接间接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的占25%。1/4，一个这么大的企业1/4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我讲是直接间接的，因为它有很多是在台湾组装，用的是那个美光的这个晶片，然后再卖到大陆去。那现在大陆是只要跟这个有关的，跟美光有关的都不可以的话，如果是采用广义解释，那所有跟美光有关的产品都不行。台湾买美光的这些半导体的也是不能用，也就是不能够卖到大陆去。那你想这个影响会多大？所以对美光来讲的话，它一定是重挫的，而且会很惨。那我们就会看到了，那就宣布之后2天，谢峰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讲得很明白，他是为了捍卫中国的利益而来。而且他讲的习近平交代的3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所以如果你不尊重我，就不会尊重你。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本来就是合作共荣嘛。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该对抗就对抗，那就一点都不会客气了。相互尊重，再强调你尊重我，我才会尊重你。那中国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搞对抗，我就跟你搞，我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不会被你影响，但是你要和缓，我欢迎，我同意，但是你要继续搞，我就继续走我自己的路。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继续在铺他自己的路，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其实很多人，连美国的记者都看不下美国人的做法了，因为当美国的商务部、美国的议员恼羞成怒，说你怎么可以对美光这样的时候，你要就说，那你对华为不也这样子，你对中兴不也都这样？你商务部600多家中国的大陆的企业。都被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你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那凭什么大陆不能用国家安全理由？这是第一招。我觉得对美光来讲，这是开第一刀，而且一开刀就开你美国的大厂。那其实这个是释放出讯息，韩国的三星或者是海力士，如果因为美国的压力，中国大陆跟他下订单，他不买，那未来中国也可以禁止中国的产品卖到韩国去，也可以禁止中国的厂商不要买韩国的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对等。
所以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在布一个局，这个局布得很大。所以你韩国要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跟中国对抗，那你韩国的一些产品，例如说三星在中国的份额就很高。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三星的手机几乎在大陆都卖不通了，如果三星的半导体或者是韩国的汽车或者韩国的电器用品都卖不进中国大陆的话，韩国大概也不用玩了。那日本我觉得它已经玩完了，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在半导体的设备这个部分，它主攻的方向是在荷兰。那在荷兰这个部分里面，采用的就是我给你更多的优惠，例如说，在他们的讲话中，我感受得到是中国大陆在提醒荷兰，你是欧洲的门户。这个门户中国可以开多大？那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有更多的货，都是经过更多的贸易，是经过你荷兰再进入欧洲，这个影响就会很大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荷兰承受的压力，一个利益，一个美国的压力，在这个中间来做权衡的时候，我估计荷兰这个部分顶住美国压力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好，来请教杨老师。拜登呢，他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到了广岛的时候，被记者问，你们美国一直说要跟李尚福跟解放军做对话，但是你在制裁他呀，那这个事情你会这个解除掉吗？拜登的回答是说，目前正在研究中。隔了2天之后，美国的国务院很清楚的回答，没这回事儿。OK， 所以总统讲的话马上被他的国务院给否决掉。各位，李尚福现在是中国的解放军国防部的部长，他在2018年担任解放军的装备部的部长的时候被美国制裁，对，个人制裁。那是为什么呢？201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买了10架苏35的战斗机，2018年的时候买了一套 S-400的地对空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这个东西碰到美国的一个最关键，它就是飞弹跟这个核武的这种就是说攻击的这个整个战略。所以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叫做《以制裁反制美国敌手法案》。美国敌手是谁？他认为是俄罗斯。第一个，在2014年的时候，他接纳就是这个克里米亚，同时协助那2个加盟国的这个战争。然后呢，2016年被不断的指控说俄罗斯介入到美国的这个大选，那尤其是这个拜登的川普的这个通俄门。所以现在被证明这个通俄门是假的，但不管怎么样，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以制裁反击美国敌手。所以如果你跟俄罗斯买武器，我就制裁你。那解放军以及后来2020年土耳其一样买 S-400的这套武器，他们就制裁，他也不敢制裁习近平，他也不敢制裁当时的解放军的这个头国防部长，他制裁这个装备部长，但没想到这个装备部长现在当了国防部长了。然后呢，一直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我要跟你对话，那说那你先把这个制裁对掉，我被你制裁，我跟你对话。对啊。那你说我要跟你到香格里拉对话，香格里拉是一个人间天堂，你还制裁我，那怎么可能对话？那现在这个东西就延伸出来你各位要了解，在美国它是个法治国家这个法治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套程序的，它在这个科技上面。当被质疑说，人家制裁美光，你不是制裁一大堆列出来大概上百个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你是依照什么理由？国家安全。那这国家安全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制裁解放军。所以你中国的企业公司如果有跟解放军有任何军民两用的这个商品或者是技术的这种贩售的话，你就等于是被这个制裁的对象。所以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国大陆也在制裁美光的时候，不过美光只制裁它只是一个基础建设的晶片，倒不是它主要的手机和电脑的，倒是一个切的小小的一刀。那但是呢，这的的确确是开启了中国大陆反制美国的科技战的第一步。好，舰长，一个做大事的人你去注意看他他不是不犯错，没有人不犯错，但你去看，他绝不犯致命的错误。就好比说郭台铭，如果他今天做个很大的生意。他绝不会去犯一个亏本亏到把整个公司给拖垮的，或许有一些东西亏，但是总体而言他是赚的，这是一个生意，对不对？治国是一样的。今天北京是千头万绪，到处的这种阻碍打压，这时候你要去区分哪些是致命的，哪一些不是致命的。我举个例子，跟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
你推一个几公里，我推一个几公里，那致命吗？那才不是致命的了。那个会可能平息吗？我看也不容易。反正就在那里推来推去的，一年死一个部分的人，因为那里的利益不大。难道说印度多推10公里，它就从此变成世界霸权了吗？那个关系没这么重要，所以双方在那里不可能解决，但也不会致命。再好比说经济制裁，你们知道古巴被美国经济制裁了60年了，它是个岛啊，它有没有垮掉？它也没有垮。那中国这个经济市场的量体这么的大，而且它今天技术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所以经济制裁我可以告诉你，来来去去也不是致命的。不信你等着看，中国大陆绝不会被美国的经济制裁打垮。什么是致命的，你知道吗？两岸。如果两岸被美国的撩拨打起来了，你试试看，全世界会怎么样子丑化中国大陆？所以，我给北京一个建议，记住，两岸关系是你重中之重。如果这个打起来，那是一个致命的，可能叫致命的一个错误。因此，你这一次的大使谢峰去啊，美国啊，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跟美国清楚的说明，你不要再撩拨两岸的关系了。我们要这个关系不确定之前，别的关系全都不必谈。我觉得这是谢峰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最近国泰航空的事情啊，真的是闹大了，让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一些民众觉得，你怎么会是这样子歧视人的一个企业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是因为国泰航空有3名空服人员呢被录下来了一段对话，就是他们涉嫌歧视不会说英语的旅客遭到了这个中国乘客的投诉，觉得你们怎么会是在背后这样子来讲旅客的呢？我们直接来听一下。On the floor. Blanket. 毛毯都 no. 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 Feel free if you want. 对啊，其实现在讲中文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为什么一定要讲英文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歧视乘客的一个方式今天已经登上了微博啊，甚至今日头条的热榜那这3名歧视乘客的空服员已经被解聘了，甚至中国大陆还发起了一些相关的投票就说你以后还会搭乘国泰航空吗？大概有将近这个非常高的比重都是选择不会再搭乘国泰航空。那国泰航空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是在微博发了声明，然后就讲说现在这个总裁行政总裁代表国泰航空，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向乘客和社会各界致上诚挚的歉意，这样都还不太能够消火，就所以包含了像 Twitter、像 IG、像全球性的这个社群，通通都刊登相关的道歉启事这个事情显然是越滚越大，也是就是等于说触动到了现在非常敏感的神经，因为这个国泰航空本身是英国的这个背景嘛，那你讲英文就难道比讲中文高等吗？特别是像现在大家看到了 G7 就在围堵中国，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你连国泰航空你明明就是在做中国大陆的生意，你的乘客是来自中国大陆，那你为什么还要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呢？所以我们看到连李家超都突然这个来发表声明就说对国泰航空这个歧视乘客的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不容再次发生。现在其实已经烧起了中方的怒火。那我们就对应来讲到 G7， 难道你就等于世界吗？我甚至还看到更妙的是，韩国还自称加上我们变成 G8 那我们甚至我们这8个国家就可以取代联合国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 G7 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 G7。所以我们看华春莹就贴了一个井蛙图就说中国的经济成长超过你们所有 G7 的总和那如果中国是威胁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那请问 G7 你们又是什么？现实世界不会被洗脑跟愚弄。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的第1大引擎，对经济成长的贡献高达 38.6%， 超过你们 G7 加起来才 25.7%那你 G7 其实从这个影子照过去一目了然，是不是已经变
变成了美国帮，只有 G1。其实你其他几个国家再加几个都一样，都是要听美国的话嘛，所以等于这样的一个 G7 峰会已经被美国绑架，变成美国的工具，根本不是 G7，是 G1，那个 one 就是指的美国。可是我们看到新加坡媒体讲，其实在这个 G7 的广岛峰会过后，你可以看到中西对立的格局已经更进一步的确立了，这是后冷战和平红利至此耗尽哦，就现在已经不要再讲和平了，现在全球已经进入到了新地缘政治时期，而这个峰会的新倡议所构想的未来图表，会朝着减少中国参与度来转变。那中国大陆当然会相对应的回应。你们这些 G7 包含了谁？中国大陆也都看在眼里。那美国现在是不是有点自顾不暇？因为这个美债的违约哦，第3度的谈判看起来还是没有这个突破僵局哦。麦卡锡讲说，现在每个美国的新生儿都背负了10几万美元的债务。福斯新闻甚至很悲观的讲啊，现在不论债务上限是怎么样，美国的经济已经迅速的走向衰退了，连华尔街现在都严阵以待哦，说这个包含了银行啊、券商啊、交易平台都在沙盘推演，就一旦这个国债出现了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如何因应哦？甚至美国的媒体像华盛顿邮报还有国会山报都一起有这相关的报道。因为这个破产的公司哦，是受到这个美债违约激增哦，继续在恶化当中。今年以来破产的公司持续在增加，截至4月已经超过了230家，还在恶化当中啊。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语言趋势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啊。一个航空公司它是以服务旅客为主，那服务旅客为主就以旅客所使用的语文为方便性。大家寻找一个可以沟通的语言，特别由于是国泰航空是中国香港的本土的一个企业，虽然它是太古集团占有45%左右的股份，那是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中国国际航空本身也控制了应该是剩下的30%多35%左右30%左右的股份。那不管如何，一个民间的航空公司，即使是官营的航空公司，它也应该以服务旅客为主，那尽量方便旅客，让旅客能够使用它的本身的母语来去沟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航空公司还会特别派，例如说台湾有时候飞到这个沙特阿拉伯或者飞到中东海湾国家，我们也发现他们会常常聘往来于台湾跟这个海湾国家的航空公司，他们也会聘台湾的空姐，能够流利的使用我们所能够使用的这个国语，来作为一种服务旅客。对，那你国泰航空是香港本土的航空公司，现在在推动普通话，那连普通话都不说广东话也不说，却要说英文，这是什么道理嘛？这是什么态度嘛？这是杨买办。奴才心态谁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嘛。你能够使用的当然就是普通话为主嘛。尤其是香港的，是中国香港的一个本土的航空公司，你不使用普通话，你使用什么话然后以讲英文为主，这简直是自伤自己侮辱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我们最讨厌的杨买办的嘴脸。杨买办的嘴脸为什么会让我们整个中国人那么厌恶？就是因为这些人以靠讲洋文为生，讲洋文或者讲东洋语文，或者讲西洋语言，然后来蹭高他自己的地位，那就是贬低他自己没有自信，自己没有民族自信，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奴才的心态。我觉得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那中国人站起来了，讲自己的母语，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你是航空公司的服务员，当然服务内地的民众，当然要使用这个内地的民众所使用的普通话为你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嘛。我觉得这是洋奴买办的心态，坦白说我是很厌恶的那有关于工业七国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为主的，他们在2战之前的富裕就是来自于侵略，2战之后它的科学基础、工业基础还是来自于过去的侵略嘛。现在他们面对新兴国家的挑战，新兴国家可都没有对外侵略没有对外殖民，而能够跟他
竞争，而且能够超越像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去殖民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开始跟美国挑战，这个才是真本事嘛。这些工业7国到今天为止，挟着以前殖民主义帝国剥削来的这些基础，越来越不能面对这些新兴国家的竞争的时候，然后开始抱团，开始要去压迫别人。坦白说，这些心态也是极不健康。到今天为止，没有对于他们殖民，没有对于他们帝国主义的时候的这些受害的国家人民道歉认错，已经是不应该的。现在还想欺负这些新兴的大国，简直是可恶。听到赖老师讲，我就想到我自己一个小故事哦，就是之前我们在采访那个大中至正拆掉那个字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外媒也来采访，然后他们呢，我们记者就排在后头，然后那个外媒就站到前头，就直接挡到我们拍摄的画面。那我们的那个摄影就很紧张，说他不太会讲英文，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请他们让开。然后我就说我来，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讲说不好意思，请你让开。我就不讲英文，我就觉得在台湾我们就讲中文，为什么我要配合你讲英文？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好像讲到英文就要觉得我们不会英文又怎样？我们会讲我们的母语就好了。来，杨老师 ，G7 它是从1973年成立，所以今年已经成立50周年。在1973年的时候，这7个国家加在一起，的的确确，在当时1973年的时候，除了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大概排名第6之外，其实前面这个8个国家就是这7个国家，他们大概就这个聚集一堂之后，就可以决定世界的经济跟金融的这个制度跟做法，没有错。但是时代变了，现在 G7 加起来占整个全球的 GDP 去年是达到100兆 ，G7 加起来是42%，也就大概42兆。这里面美国就扣掉25%，所以换下剩下来这个 G6就是17%。那你去年中国大陆一个国家是多少？将近19%。所以你这17%，好吧，你这个韩国如果一定要凑上去，韩国就2%，那加起来差不多就等于一个中国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原来 G7 要去讨论怎么维护这整个世界经济跟金融的稳定，结果现在这个 G2， 也就是中国，已经达到19%，比你后面这个6个7个加起来还要多的时候，结果你把中国给跳过，不只是跳过，你还倒过来去针对它。甚至是去包围他，然后呢指责他。那这个 G7 现在已经变了，现在变成是 G1 加6，好吧，再加一个小 K， 再加一个小 K， 就小 K 很想进去。那可是呢，他这次要把它这个制造成，你看我有好多这些全球南方的国家、开发中国家，所以呢有印尼、巴西、印度、越南这些国家都来参加了。最主要是那3个，印尼、巴西、印度。各位，这3个国家有一个事情，你就知道他们跟 G7 跟美国完全是不同调的，因为不是在20号的时候，泽伦斯基突然来吗？坐着法国的航空公司过来，你知道巴西的那个鲁拉在当下就说我被骗了，我们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原来泽伦斯基要来，然后印尼的那个佐科威呢也没有跟泽伦斯基见面，印度的莫迪呢握个手就说，希望这个问题和平解决。所以完全跟 G7 跟美国现在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所以可以想象得到 ，G7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美国去号召他的这些主要的支持者、副警长们，但是各位都同床异梦啦，尤其是欧洲那3个国家，法、德、意跟美国完全是不同调的，很多的这个语言，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日本的这个官员讲得清楚，这个有很多的争论。所以你看到里面呢，其实事实上已经这么针对性中国了。那当初美国提出来版本应该是怎么样的内容呢？你都可以想象的。有观众在问我说：“那请问那个外媒后来回答我什么？”他就回答我 “sorry”， 然后赶快逃开了，因为他挡到了我们的画面。因为你展现气势太坚强。我刚刚听到主持人这样子讲这个故事其实我非常的欣慰，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属于中国年轻人，他开始有自信了。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社会科，很小的时候，他那个题目是说中国的科技在全世界是1先进，2中等，3落后。我毫不迟疑的选择了先进，因为那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大中华文化思想嘛。结果后来错了也就算了，我再一看什么标准答案是落后。到今天我都记得这件事，好几天我心情都不好。
啊，我们中国居然是落谁出的烂题目后。我跟你讲，小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信心呐。因为整个的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的。我不要说坐飞机哦，我同学当初我出去，我们同学还特别叮咛我，你坐飞机的时候哦，即使华航你都要讲英文。我说为什么？你只要讲英文，你的待遇就会比较好。我心想，去你个的！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子过。但是这是一个，就是当你国家国力不行的时候，人民就会跟着一下子没有这个自信，知道？我觉得今天中国真的站起来了，强大了。你们开始要有你们这个充足的自信，然后在这同时呢，我有一个事情我实在是搞不懂的，民进党怎么会跟着美国在一起侮辱这个华人，一直在往抗中国侮辱他们？你知不知道？你走到国外，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台湾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大家好。还有国际事务专家刚从上海回来的赖老师，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千健舰长王振威。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立刻来看一下这个 WHA 现在这个赖清德讲说啊，台湾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是违反 WHO 的宪章啊。他说，虽然最终 WHA 仍未将台湾参与的提案纳入议程，但是台湾坚定的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薛瑞元也继续在讲说啊，中国在世卫的说法是用政治凌驾科学专业哦。他说，政治议题可以用民主的机制做决定哦，但是像这种医疗卫生领域啊，必须以科学专业来做一些判断哦。那所以呢，外交部现在非常生气，就说啊，中国大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干尽伤害台人的恶行哦！中国政府口说照顾台湾民众，却干尽伤害台湾民众的恶行，这外交部的一个讲法哦。那我们来看一下 WHA 多国挺台，那中方称是炒作，美国驳斥中国大陆，说世卫应该要接纳台湾哦。所以那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台湾跟这个美国的一些可能比较中央机关的一些立场哦。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呢，它是在22号会议尾声的时候啊，行使答辩权，批评声援台湾的国家是在炒作，违反了一中原则。美国随即同样行使了答辩权来驳斥中国大陆，重申世卫应该要接纳台湾。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以前是可以加入的呢？其实有蓝营的委员提到陈以信说，这个9·2共识其实才是这个 WHA 的敲门砖哦，因为其实看出来就是到底有没有遵守这个一中原则，或者是说当初的9·2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中国大陆可以接受的一个模式哦。当时2016年这样的模式，台湾是有办法参与 WHA 的，那这个也可能是重回联合国专门组织的一个方法。过去马政府时期虽然只能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但至少是可以参与的，这是我们的这个赵春山老师说的。那再来，到底是谁在贩卖战争恐惧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样的一个议题吗？那吴钊燮在立院的时候就讲说，美方就此议题跟我们之间有沟通，但是呢内容不适合公开说明。可是到了晚间的时候，外交部又赶快澄清他说部长在立院答询的时候明确回答，我国不发展核武，也不使用核武，也不能接受任何国家使用核武来威胁台湾，所以感觉好像要赶快稍微讲的比较缓狭一点哦。那再来看到亮哥提到啦，他说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民调消息对岸的民众55%挺武统台湾哦，这是不是中国大陆高层的一个心声呢？他说其实这种思考不是中国大陆高层的思考，中国大陆的高层还是认为两岸统一的过程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是越少越好，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可能是他们比较倾向的一个方法。毕竟如果发生战争，一定双方都会有所损伤嘛，大家都不乐见战争的出现。那再来看看这个贩卖战争的恐惧，蔡英文是不是反倒是做贼喊捉贼？我们都知道之前亡国感不就是民进党所喊出来的吗？那现在两岸情势一直在升温，也不是在野党喊的嘛，都是你一直在那边延长了这个兵役啊，然后不断的买军购啊，然后不断的就是请了各国的人来到台湾之后，然后可能也刺激到这个两岸原本的一个平衡状态嘛。那所以现在两岸的情势升温，现在第一线的军人感受是最直接的。蔡政府
喊打喊杀，年轻的军人却想办法要离开火线，这种现象未免太漏气了。其实不光是第一线的军人，一般民众也不希望战争这么的接近啊！现在我们的女生都要叫招了，然后什么各式各样的家家户户都要拿 AK 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战争的恐惧正在蔓延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美现在要寻觅新的炸弹试验场哦。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的飞弹列装了炸弹之王 CL-20哦，说威力增强大概40%。五角大厦很紧张，那他们说这个中国大陆成功自行合成了这个 CL-20哦，声称成本比起 TNT 还来得低，威力还要高出数倍。解放军已经广泛的运用在东风31A 的洲际导弹上面使用，所以五角大厦很紧张，想要缩短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距离哦，也在装备中扩大应用 CL-20。那这样子的一个增强威力的炸药，可能会先在俄乌战争来验收成果。乌克兰在战场上面呢，就使用了美国援赠的弹簧刀自杀无人机哦，那有效对抗了俄罗斯。关键就在于它填装了威力更强的 CL-20的炸药，所以五角大厦它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俄乌战争来验收成果。那美国还大力在投资最强的非核炸药哦，那期盼要缩短跟中国大陆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CL-20哦，美国援助了乌克兰弹簧刀自杀无人机来对付这个俄罗斯哦。现在看起来，双方都为着这个炸药，好像都紧锣密鼓的在做一些增进的一些相关动作。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我以前在国安会的时候啊，我们大概连续我在的时候，连续2-3年，我们就讨论到 WHO 的秘书长信件邀请我们当时的这个应该是卫福部的这个部长啊，那个时候是卫生署的署长邱文达。邱文达是以前台北医学大学的校长。那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信件在讨论相关的因应的措施啊，他的发言稿等等之类。其实信件本身后来都有公开，也就是他就叫邱文达 Minister， 也就是部长先生。那在当时台湾可以参加 WHA。虽然没有错，是作为这个观察员，但是相关的会议也都可以派专家学者参加。那因此，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因此损失掉任何国际参与，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讯息的获得的这个机会，也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国际上大家都非常支持，包含美国、包含欧洲、包含日本啊。那中国大陆这边也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关键当然就是在当时的两岸关系。所以现在我觉得蔡政府就是在甩包，在这个时候要丢成就是说是两岸之间他不去探究真正的问题是在两岸的问题，他自己的两岸政策把它丢给是北京。当然北京一直有这样的态度，难道你不了解吗？是不是？那你的策略如果是要去跟他直接对撞的话，你不只是国际参与受到限制，这只是一个这个冰山的一角，你整个两岸关系现在的紧张。所以当吴钊燮在立法院说，就核武问题，美方有跟我们沟通，哇，这个炸锅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涵。美国有跟我们台湾在讨论如何因应核武，什么核武遭受武力攻击，核武攻击之后的因应，还是台湾要发展核武，核发展、核共有，还是核保护？这是过去这几个礼拜韩国的那个总统尹锡悦希望能够争取到的。核发展当然这个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核共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韩国在台湾要建中型弹道飞弹的基地，然后呢有核子弹头。核保护那就是现在美国给予日本的。美国有给予韩国核保护吗？也不算真的有。至于台湾的问题，我想要这个清楚的了解，到底美国跟我们谈什么东西？因为这牵到什么东西？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它目前被美国指称有400枚核弹头。它的2大核子战略原则：第一个，不首先使用；第二个，不对非核武国家使用。所以，我们台湾如果没有核武，或者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不对中国大陆直接采取核武攻击，它不会对我们台湾呢。任何讲到两岸军事核武的议题，不在我们的雷达范围之内嘛。所以怎么会吴钊燮去跟美国谈他的这个备询，讲出了真心话？因此我们过去都讲两岸之间应该是3分军事7分政治，对不对？
大家现在很清楚知道，蔡英文政府的把这个政治完全丢到垃圾桶，变成10分政治，100分抗中，100分的恐中。吴钊燮所言是不是在当前去附和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核武器使用的一种恐惧的提升，要让全世界感受到，哇，台湾不只可能会是变成下一个乌克兰，而且会被核武攻击。这样子的一种恐惧的提升，居然是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长，这个是战争部长了，这个是战蓝部长了，对不对？他已经被人家封了好多次了嘛，对不对？吴钊燮，但是我蛮紧张的，请你要明确的告诉我们，你跟美国谈了什么东西？核发展、核共有，还是核保护？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你要去制造一个这种恐攻的这种印象呢？好，来请教赖老师。赖清德是要选总统了啊，那还在候选期间，他不能够欺骗台湾的老百姓哦，要跟台湾的老百姓说实话啊，因为台湾的民众想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那赖清德认为说，台湾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违反 WHO 的宪章，他要告诉我们违反哪一个部分的宪章。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联合国，因为世界卫生大会跟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在联合国的底下的一个次级的一个机构，所以在联合国底下，联合国本身就是主张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个原则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美国虽然在会前的时候说应该让台湾参加，可是美国它跟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也没有承认我们呢。美国到今天为止，甚至日本还有欧洲的所有的国家，绝大部分的国家，包括立陶宛，我们给那么多钱的立陶宛也都没有承认我们，没有承认我们，也就是他们还是很明白的、很严格的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他们直接也说他们反对台独，他们不赞成，至少他们说不支持台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都守住一个中国原则，那请问台湾如何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所以你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你就必须要回到9·2共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由中国大陆来帮台湾提出来，说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观察员的身份。这个写着这么的明白，我们也曾经在实践中证明过，这是一个可行的，而且也走得通的。一直等到蔡英文不承认9·2共识撕毁了以后，你想想看，美国到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到了今天已经几个年头了，每一年吵，每一年讲，每一年骂，然后每一年美国都在演戏，说应该邀请台湾，但是有哪一年美国提出提案？没有一年呢。所以赖清德，你要跟我们的民众说实话，你不能够涉嫌有诈骗的嫌疑哦。如果你涉嫌有诈骗的嫌疑，那我们对于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内，像陈欧珀都说他不选了，那是因为他跟诈骗集团走得太密。那民进党有多少人跟这个诈骗集团走得这么的密？而蔡英文还说要成立诈骗国家队，结果越诈骗，台湾被骗的人数越多，而最后证明有很多民进党的这些高阶的高层的政治人物，竟然跟这些诈骗集团有直接间接的过从甚密，或是保持一个来往的一个态度。到今天为止，检调单位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说他们去查了诈骗集团所有的往来的金钱记录，有没有跟绿营的这些人有来往，到今天都没有说。所以赖清德，你千万不要加入那个诈骗集团，要跟老百姓说实话。还有一个实话也要诚实的说，这也涉及到我们政府的诚信原则。美国跟我们台湾没有邦交，也不承认台湾，也没有军事同盟条约，也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什么时候会提供给你核保护伞？美国的核保护伞对于核大国来说有什么作用？更何况你台湾如果影射说你可能会发展核武的话，我敢跟各位很笃定的说，欧洲的国家，美国一定会站出来反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不要骗老百姓，这是我一个从今天讲话从头到现在我在主张的，就是执政党、政府、总统的参选人
不要欺骗台湾人民，要说实话，诚实是最重要的。好，来文界长。我前一阵子我特别研究过这个叫做 CL20这个超级大药，它 CL 是 China Lake 中国湖诗情画意的名字，但是它的威力啊非常之大。那以前中国人发明了黑火药，从有黑火药以来，一直到现在，大概人类使用最广的是 TNT 的爆炸力啊是黑火药的大概2倍。那这一次发明的这个不能说发明，它把它组合起来叫中国湖20呢，它的化学的科学的名称叫做全氮阴离子盐，那个盐就是盐巴的盐。如果你看到它的话，在那有点像盐巴，白白的一些粉末。但它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哦？是 TNT 的10至100倍，那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现这么强大的一个火药。那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它都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其他的东西能取代 TNT 吗？美国其实在1999年，它也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全氮阳离子盐。我们刚刚那是阴离子盐，它是阳离子盐，它也有这么大的威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室温的时候，它很容易挥发，它不稳定，而且它在组成的化学组成，它要加入一个有毒的化学物，结果摆在室温你还没用呢，它一挥发出来，人被它毒死了。所以美国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实用。然后中国的这个东西呢，现在才就是出来之后又便宜，爆炸威力又大，大家都吓一跳。然后美国最近因为它出来之后，美国也赶快宣布了一个，他发明了一个叫做金属氢。氢是什么？氢气。好比说氢气有这么大，它把它压缩到1400%，可能变成一个针尖一样，那个东西会变成金属的结构，但它一是纯氢啊，所以它叫金属氢。金属氢的爆炸威力有多大呢？有 TNT 的35倍，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它的问题出在哪？金属氢的那个压啊，要100万的大气压力。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100万的大气压力？我们潜舰啊，如果在500公尺，那个水压很大，才50大气压力。海龙海虎到了500公尺，可能50的啊，就跟个鸡蛋一样，那个叫做可口可乐那个一开罐一样，啊，就这样扁下去了，那才50。压这个金属氢要100万倍，所以你就知道金属氢可能比钻石还贵好几倍，那个太贵了，所以它也不实用。所以现在呢，这个叫做 CL20哦，是让全人类都感到非常意外的，不单是谁。那它有哪几个好处呢？第一个，它的好处当然就是一个武器的使用。它有什么好处？它这么大的威力，对不对？它爆炸完毕之后没有任何的辐射，就跟一般弹药一样，砰炸完。你知道核弹威力很大，核弹威力比它还大，但是核弹威力完毕，那个区可能100年你都不能住人，很大的一个。那第二个，它的好处是什么？所有的火药就是推送药，有这么大的一个推送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的火箭速度会更快，能够载更重的东西，然后它的叫做极音速飞弹啊，美国更是望尘莫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